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华泽子苑先生所著的《行动优化大全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如何全面优化人生；第二，如何彻底优化早晨、白天和晚上的生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如何全面优化人生。华泽先生作为精神科医生，出版了36本书籍，以惊人的产出量为人熟知。他的人生座右铭是活在当下。您是否也在全身心地活在当下呢？您是否真的感受到了此时此刻的存在？很多人会纠结于过去的后悔，或是对未来感到焦虑，却忽视了当下的意义。其实不论一天多么平凡，总会有值得开心、感恩的事情发生。每天晚上回忆一下这些点滴，比如今天发生的愉快的事，您可以对自己说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。这样的习惯如果持续1周，就会觉得这个星期过得很愉快。如果持续1年，就会感到今年很幸福。如果持续50年，那么您的人生就是充满幸福的。幸福的人生正是由每天的小小幸福累积而成的。因此，与其纠结过去或担忧未来，不如专注于今天能做的事情，将精力投入到当下。这就是活在当下的真正含义。未来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概念，它只是现在不断延续的结果。如果我们不能在当下感受到幸福，就无法在未来获得真正的幸福。总结来说，专注于当下，努力享受每一天，您将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，也更加美好。要学会享受当下。那些选择忍耐、不享受当下生活的人，往往一生都在忍耐，未来的人生也难以变得有趣。集中于当下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，例如书中提到的最优化要点：不要胡思乱想，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，一步步的坚持并将其养成习惯，不去想过去或未来，只需按照书中建议的最优化要点去实践，就能感受到愉悦，收获充实感。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享受今天，活在当下。您或许会发现，如果您觉得过去生活毫无意义，很可能是因为太过执着于过去和未来，而忽略了眼前的当下。尤其是在痛苦或情绪低落时，更需要专注于此刻。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烦恼和不安，其实大多源自对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担忧。因此，请尝试更加关注活在当下，享受此刻的意识。关于成长与成功的指数规律，华泽先生认为，除了活在当下，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牢记，成长与成功是以指数规律出现的。许多人虽然每天都在踏实的努力，却往往会在某个阶段遇到瓶颈，感到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没有成果？这时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，丧失动力，中途放弃。但这并非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成长本身的特性。成长并不是线性逐步发生的，而是以指数形式突然显现的。理解成长曲线，摆脱焦虑。大多数人认为50%的努力会带来50%的结果，然而实际上，付出50%的努力可能只能看到10%的结果。这种结果与期待的落差，容易让人感到焦虑或不安。然而，如果提前知道成长是以指数形式出现的，就可以减轻这种焦虑。即使碰到瓶颈，也不要轻言放弃，继续坚持下去，最终会迎来指数式的成果爆发。这就是起点时刻。当您持续努力时，如果能坚持到起点时刻，你会迎来爆发式的成果。但遗憾的是，90%以上的人在达到起点前选择了放弃。如果能够再坚持一点，可能会获得10倍甚至更多的成果。因此，无论是学习、运动、工作，还是目标追求，都应以成长曲线为基础，坚持到达起点时刻。健康管理中的指数成长，健康管理同样遵循这个规律。例如，华泽先生推荐的晨间散步，虽然每天坚持，
但一开始可能看不到明显成效，有人可能因此感到失望而放弃。然而，只要继续坚持下去，总会在某一时刻体会到显著的健康改善。这种规律同样适用于健康饮食、规律运动或提升睡眠质量等方面。因此，请不要急于求成，不要感到焦虑，只需专注于当下，踏实的坚持，直到起点时刻的到来。无论是面对成长还是健康管理，都要牢记2个核心：活在当下，持续努力。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半途而废，但如果您能坚持到心理上的关键点，您将与其他人拉开压倒性的差距。接下来，我想分享另一个重要的观点，虽然话题会稍微转换一下，但它与幸福的优化有关。关于幸福的优化，追求幸福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只是模糊地想着想要幸福，却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才能感到幸福。因此，我将为大家揭示获得幸福的一个关键点。作者是一位精神科医生，他深入研究了我们感到幸福时，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。研究表明，当我们感到幸福时，大脑会分泌3种物质：血清素、催产素和多巴胺。换句话说，这3种物质就是幸福的本质。只要能够促进这些物质的分泌，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幸福。此外，这3种物质对应着3种不同类型的幸福。要获得全面的幸福，这3种幸福需要保持平衡。以下是对每种幸福的具体解释：一、血清素型幸福，健康的幸福。健康的幸福可以简单概括为身心健康。当您的身体状态良好，心情愉悦时，便属于这种幸福的范畴。2、催产素型幸福，连接的幸福。这种幸福来源于与他人的关系，比如与家人、朋友在一起时的安心感、快乐和满足感。3、多巴胺型幸福，成就的幸福。这种幸福包括通过努力获得的成就感，比如实现目标、赚取财富或感受到个人成长的喜悦。要实现真正的幸福，这3种幸福的顺序也很重要。最基础的是血清素型幸福，即健康的幸福；其次是催产素型幸福，即人际关系的幸福；最后是多巴胺型幸福，即成功的幸福。如果顺序错误，比如过于追求成功而忽视健康，或者因为忙于工作而失去重要的人际关系，幸福就会变得遥不可及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如何彻底优化早晨、白天和晚上的生活。优化一天的生活，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实现最优状态。让我们从早晨开始，固定作息时间。关键不是具体的起床时间，而是每天保持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，这能够稳定生物钟，促进健康。早晨起床后，晒太阳是重置生物钟的有效方法。如果能一边晒太阳一边散步，效果更佳。早晨散步的3大好处：1、激活血清素；2、重置生物钟；3、活化维生素 D。只需每天早晨花5到30分钟进行适度的快速散步，享受阳光，就能显著提升健康状态，并为一天注入活力。希望大家通过这些建议，重新审视幸福的定义，并优化自己的日常生活。此外，一开始每天坚持可能难度较大，因此可以从每周1次开始尝试。同样，将通勤时间改为晨间散步或运动时间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。很多人都浪费了通勤时间，如果能将其巧妙地用于早晨散步或运动，将极大地提高效率。从早晨和晚上的通勤人群可以看出，以矫健步伐快步行走的人不足1成，大多数人漫不经心地边走路边看手机，这样是无法起到运动效果的。只需挺直背部，目视前方，摆动手臂并有意识地快步行走，就能起到足够的运动效果。哪怕仅仅进行10分钟的步行，也能让多巴胺得到充分分泌。接下来，在优化早晨之后，让我们一起来优化午间时间。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在家做家务的主妇，优化午休时间都非常重要。如果只是随意的休息，和彻底恢复专注力
及大脑疲劳相比，下午的表现会有很大差异。作者最推荐的午休方式是外出用餐。外出用餐不仅是极佳的心情转换方式，也是刷新大脑的良机。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会使大脑感到疲劳。步行5分钟去附近餐馆用餐，不仅能缓解疲劳，还能通过步行为大脑提供一次最佳的运动时间。如果预算有限，也可以带便当去附近的公园，接触绿地和蓝天等自然环境，能在短时间内显著放松身心，减轻压力。此外，小睡片刻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下午的工作通常是与疲劳的斗争，午休时小睡一会儿可以恢复体力和专注力。如果环境不允许小睡，只需闭上眼睛，阻断视觉信息，也能让大脑得到休息。很多人在休息时间会立刻拿出手机查看消息或玩游戏，但这是最差的休息方式。使用手机时，大脑会处于兴奋状态，处理视觉信息会进一步增加大脑负担。大多数人在工作中面对电脑处理大量视觉信息，因此至少在休息时，应该让大脑摆脱视觉信息的压力。下午容易犯困的人，可能是因为午餐导致血糖升高，通过在用餐前先吃沙拉，控制血糖的急剧上升，或避免快速进食、大吃大喝，以及将饭量控制在8分饱，都能有效改善这种情况。即使利用午休时间成功恢复状态，与上午相比，下午仍容易感到疲惫。因此，下午的工作内容也需要加以调整，选择更适合的任务。例如，需要沟通的工作。人生如同一场马拉松，娱乐就像是能量补充。如果不主动安排娱乐时间，总有一天会油尽灯枯。有趣的是，安排娱乐活动反而能提高工作效率。例如，在工作后计划与朋友聚餐或去看喜欢的电影，会让您为了腾出时间努力提前完成工作。这种情况下，脑内会分泌去甲肾上腺素，激活大脑。工作和任务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，而是需要主动决定完成的时间，设定明确的完成时间，比如必须在几点前结束，而不是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结束，可以大幅提高效率。提升效率的方法很简单，在时间表中明确写下娱乐活动，确保不被工作占用。大多数人因为工作忙碌而推迟甚至取消娱乐活动。如果总想着完不成就推迟，会缺乏紧张感，也无法提高效率。相反，安排一些无法推迟的娱乐活动，例如与恋人的约会或观看期待已久的电影。为了这些计划，从上午开始全力投入工作，效率自然会大大提升。此外，娱乐活动不一定需要与他人一同进行，安排属于自己独享的高质量时间也完全可以。您知道自己最珍视的极致时光是什么吗？那种让您感到无比愉快，能够彻底放松和恢复的时间，值得您认真发现并珍惜。例如，对于华泽先生来说，他认为极致时光就是在电影院观影的那一刻，或者是在海外的绝美景点拍摄 YouTube 视频的时光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确自己的极致时光，并通过增加这些时光来简单的提升幸福感，那么生活将会更加美好。而且，如果您能提前将这些极致时光安排进晚间的日程中，不仅可以增加幸福感，还能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和完成任务的效率。请务必尝试一下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